说到都市传说，绝对不会忘了日本。日本有特别多的怪谈和妖怪，几乎每一只妖怪都有它的来历和故事，都市传说也是满天飞。为何日本的灵异故事这么多呢？我想，可能是日本人本身就很喜欢讨论这一些怪谈，而日本又有很强的文化输出能力，连鬼故事都可以传到其他国家。今天要说的是一个被口耳相传的禁忌手势——逆拍手。一般的日本神社都是以2拜2拍1拜作为参拜方式，也就是先鞠躬2次，再拍手2下祈福，最后再鞠躬拜1次，是对神明表达敬意的礼仪。而有一种以手背敲击手背的拍手方式，被称作死者的拍手，是完全相反的，带有怨恨及嫉妒的表现，意思是赶快过来这里，只有死去的人会这样拍手。传说有一对情侣一起开车到山林中游玩，途中他们决定要去一个当地有名的灵异景点看看。不过车开到一半，两人因为小事起了点口角，吵吵闹闹之后，男生就把女生丢在路边，开车走了。过了一段时间，男生冷静下来，想想放女友下车的地方也离灵异景点很近了，怕女友发生什么危险，一个人会害怕，因此就开车回去要把女友接回来。当他看着附近的树木，试图辨认出刚刚放下女友的那个路段究竟到了没有，就看到女友依然站在路边没走。男生停下车跟他道歉后，女友只是点点头就上车了，两人又重新和好，并决定一起返程回家。在回程的路上，女友几乎不说话，男生也没多想，可能就还是在生闷气吧。这时看到路边有一个少女在挥手，但很诡异的是，她是将手反过来，用手背对着人挥手的。男友没有停下车，于是女友问，这种地方他一个人很危险，怎么不停下来载他一程呢？男生说，不好吧，你应该有看到他是用手背挥手的，看起来很不正常。我听说会做出与常人相反的动作，代表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这时候女友突然拍起手来，用着奇怪的语调说，你好聪明啊，是用2只手背拍手的。故事到这里就没有后续，有人猜测路边的那个女孩其实才是他的女友，且已经遇难死亡了。坐在车上的这个是伪装成女友外貌的孤魂野鬼。逆拍手这个说法最早发生在1999年的真实事件，日本女子团体乡村女孩正式出道前，其中一名成员柳原寻美不幸车祸身亡。后来团体剩下的2人在 Music Station 宣传首张专辑，表演结束时观众拍手叫好，却有人发现观众席里面有个女人在反着拍手，让人不禁联想到，这个女人是否就是柳原寻美的亡魂回来了呢？另外一个事件是知名歌手大冢爱，也是在 Music Station 宣传时发生的。星象仪这首歌据传是大冢爱写给一度论及婚嫁但在车祸中死去的前男友。当他在打歌宣传时，现场摄影机拍到观众席里面有一位脸色惨白的男性正在使用异于常人的速度逆拍手，疑似是身故的前男友现身，但我看了很多遍都看不出来就是了。在日本某节目中也拍到的有观众使用了逆拍手，节目是拍摄于2012年，观众的掌声是来自于一个团体叫做乱射 Q， 影片中可以明显看到他以手背敲击了好几下，而另一个角度拍摄到了另一名观众以相似的手势伸出了他的双手，但没有敲击手背，可以推断现场至少有2个人做出了这奇怪的动作。这是不是乱射 Q 歌迷的一种应援动作就不得而知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有让您稍微发毛就帮我按个赞，点下订阅支持吧，之后会针对日本都市传说做一个系列，敬请期待吧。